当我们看到婴儿或是小动物的幼态特征时，我们会出现好可爱哦的自然反应。幼态持续是一个在生物学上的概念，指的是在动物的演化过程中，成体保持了幼年时期的一些特征或是形态，例如大眼睛、平坦的面部轮廓和小下巴等。以人类而言，这样子的二面形态是属于婴儿的典型特征。心理学上，人类会觉得这些幼态特征很可爱，并且会产生照顾跟保护欲，这种本能反应称为婴儿图式。这个术语是由奥地利动物学家康拉德·洛伦兹在1940年代所提出。婴儿图式的反应被认为是演化上的一种适应性行为，因为人类幼儿所需要的成长期远比其他动物要长，这样子的机制有助于确保婴儿能够获得成人的照顾，从而提高生存率。自然界存在幼态持续现象的动物，举例来说，有墨西哥盾口螈。这种两栖动物是幼态持续的典型案例，因为它在成年时期保留了幼年时的水生鳃。另外，很多经过人为育种后的宠物，像是博美犬，外观上也都具有明显的幼态持续。而且不止外观，博美犬的成犬也常常有着像是幼犬般的活泼和好奇心。部分学者也认为人类是存在幼态持续的物种，但理论上人类应该不能算是。这点我们从人类明显有2套齿列可以看出，成年人类并不具有幼年的特征。成人有32颗牙齿，而儿童就只有20颗，而且牙齿的大小跟形态都会差异很大。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人类也存在幼态持续的现象呢？为什么现代人会有平坦的面部轮廓跟小下巴这些幼态的特征呢？这就要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牙齿之乱。当我还是牙医系学生的时候，在牙齿矫正学的课上，老师跟教科书都会告诉我们，牙齿乱这个在牙医学上的专有名词称为咬合不正，是由于基因的不良组合所造成的。这种假说认为呢，在数万年前，当人类的祖先离开非洲并扩散到世界各地后，拥有不同特征的人种群体杂交，因此拥有大牙齿的男人和小下颚的女人就生下了有着凌乱牙齿的后代。但事实上，近年关于牙齿乱的研究，包括史丹佛与哈佛的学者都证实，除了很少数的基因突变的情形，牙齿不整通常都不是由于基因所引起的。人类学家发现，在农业出现之前的生活，狩猎者或者是采集者，他们的头颅几乎没有牙齿乱的问题。每颗出土的人类头颅都有着整齐的齿列跟完整长出的智齿。这一种现象到了人类进入农业初期社会后的人类头颅也是如此。然而，仅仅在现代社会出现后的几百年内，人类的头颅证据却显示咬合不正的问题显著增加，而且这一种快速的变化，不论在寒冷的北极或是热带的地区都非常的普遍。史丹佛大学进化论学者 Richard Klein 是知名的人类化石方面的顶尖专家。他说，在他个人的研究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齿列不正的早期人类头颅。另一位哈佛大学演化生物学家 Daniel Lieberman 也在他的研究巨著《The Human Body》中写道：我工作的博物馆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个古代头颅，这些头颅的年代从数万年到数百年之间都有。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化石年代在数百年内的头颅都是牙医师的噩梦，它们充满了蛀牙与感染，牙齿凌乱地挤在下颚中，约有1/4的头颅长不出智齿。相比之下，大多数狩猎采集者头颅的牙齿几乎健康而完美，显然在石器时代不太需要牙齿矫正医师和牙医。人类学家的研究指出，人类的口腔大小长期以来一直都在缩小，这导致现代人的智齿因为缺乏空间而长不出来。但是除了极少数基因突变的状况，其实绝大部分人的 DNA 都理应是允许所有的牙齿、下颚和舌头能够正常发育。毕竟数百万年来，人类跟我们的祖先都有着整齐的牙齿和下颚，以及长得出来而且长得很正的智齿。
所以智齿绝对不是像阑尾或者是男性乳房一样，是属于退化没有功能的痕迹器官。从上面的考古学证据，我们发现大约从300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到近代数百年以前，人类的 DNA 就已经演化出了足以容纳所有牙齿的宽大上下颚，而且上下颚的咬合并没有错位，没有咬合不正的问题。口腔后方也有足够宽大的呼吸道。数百万年以来，人类的 DNA 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演化的方向符合当时人类需要大量的运动、咀嚼粗糙食物的环境条件。但是自从农业革命和后来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环境和生存模式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些环境巨变包括了农业社会食物种类的改变、刀叉工具以及烹饪技术的发明，都让我们的食物变得非常软，不再需要太多的咀嚼和体力方面的活动。缺乏咀嚼造成口腔肌肉无力，让我们的齿颚发育不良，下巴变得后缩，这导致牙齿没有空间，只好乱长。口腔空间缩小后，舌头也没有空间了，因此只能往后挤压呼吸道。此外，随着都市化与工业化，我们不再需要不断地寻找食物，而移动到室内。缺乏体能运动与空气污染，也都让我们发育不良的呼吸道又更加恶化。这些人类所处的环境巨变，就是让我们的口腔有这么多问题的原因。饮食改变跟城市化所造成的人类颚骨发育不良情形，首次被注意并记录是在1830年代的美国内战时期。荣获奥斯卡7项大奖的史诗电影《与狼共舞》是由 Kevin Costner 所执导并担纲主演。故事中的主角 John Dunbar 在现实世界中是真的有这个人。《与狼共舞》所述说的是在美国内战期间，一名美国白人军官遇到印第安人的故事。电影中的主角在长期与印第安人生活后，心灵觉醒而师法自然的故事。电影主角的原型不是美国陆军军官，而是一位名叫 George Catlin 的费城律师。这位律师同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他在美国内战期间前往了美国中西部去旅行。卡特琳在旅行时遇到了美洲原住民，也就是所谓的印第安人，并且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决定跟他们一起生活，并透过长期观察，用画作的方式来记录他们的生活。这些卡特琳手工绘制的美洲原住民系列石版画，现在仍可以在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中看到。在拜访了超过150个部落、超过200万的人口后，卡特琳对于这些与世隔绝的原住民部落感到相当的惊奇，特别是他们漂亮的脸型跟整齐的牙齿。在研究了数百名曼丹印第安人的齿颚后，卡特琳惊讶地发现，所有曼丹印第安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有着一口漂亮的牙齿跟整齐的齿列。相反的，卡特琳的那些白人同胞们，也就是那些欧洲殖民者，都高比例的有着恐怖而凌乱的牙齿。原住民甚至给白人取了绰号，他们不仅称白人为苍白脸，还称他们为黑嘴巴。同时又因为白人睡觉时嘴巴会开开的，下巴呈现下垂，也没有下颚线，让原住民常常讥笑他们长得很丑。卡特琳也注意到，美洲原住民通常在外面睡觉，而且不管是醒着还是睡着时，嘴巴都是闭着的。根据卡特琳的记录，原住民的女性在哺乳后，当她的宝宝在喂奶后离开乳头时，母亲会用手指轻轻地将婴儿的嘴巴闭上。这样子特殊的举动不是那些欧洲的母亲们会做的事情。另外，他也注意到部落很少有儿童的坟墓，于是他采访了许多部落的长者，想要了解有关儿童死亡率的情形。酋长们告诉他，在部落中10岁以下的儿童死亡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现象。但是要知道，在1830年代，欧洲儿童早夭的情形非常普遍，而生活在欧洲大城市的儿童死亡率更高，约有1/4的孩童无法活到5岁，剩下的孩子也只有1/4的人能够活到25岁。卡特琳透过跟这些原住民的长期生活跟细腻观察，他发现了一个原住民比较健康的秘密。
印第安人从来不用嘴巴呼吸。之后，他就改变了自己的呼吸方式，学会了鼻呼吸。他还为此特地写了一本书，叫《生命之息》。这本书的再版叫做《闭上你的嘴》。他想透过这本书说服其他人接受印第安人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健康优势。这本书谴责了口呼吸的可怕后果跟危害，并将一系列的疾病归咎于它，当中就包括牙齿之乱。即使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近200年前的一位敏锐观察者的洞见，我们也都不得不说，卡特琳实在是超前他的时代太多了。关于正确的呼吸如何能够让你不生病，哈佛医学院曾经前往西藏研究过高僧们的呼吸法。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我之前的这一部影片。讲完口呼吸，我们把话题带到现代化的饮食习惯如何影响齿颚发育。英国一系列人类学的研究发现，英国人的下颚骨大小随着饮食越来越精致而缩得越来越小。这个趋势在过去100年内，从传统社区的迁移到都市化与工业社会化的过程中，正在不断的加速。我们甚至可以明显的看到下颚大小仅仅在1到2个世代内的巨大变化。从这张3代同堂的侧面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由印度乡村移居至英国都市的印度裔祖孙，这一家人的下颚大小在仅仅2个世代内便出现变化。祖父生长于印度乡下，习惯的是较为粗糙天然的印度饮食，他的下颚健康而前凸，即使年纪大了也有明显帅气的下颚线。而祖父在成家后才带着也是在印度乡下出生的儿子来到英国。儿子在英国长大，渐渐习惯吃现代化的工业食物。比起祖父，儿子的下巴就没有那么明显，已经失去了下颚线。最右边的孙子则是出生于英国，从小就吃工业化食物长大。工业化食物缺乏足够的营养，也不太需要用力咀嚼。你可以看到他的下巴非常的后缩，发育得很差。数万年以来，人类的 DNA 从未改变，真正改变的是我们生存的环境。在数百年以前，人类咀嚼的频率要比现在多很多。当时的人们每天需要咀嚼坚硬、富含纤维的食物好几个小时。这种持续的咀嚼能够帮助齿颚生长与健康发育，这使得牙齿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自然排列整齐。但到了今天，我们吃的是不太需要咀嚼的柔软加工食物，也因为空气污染造成鼻子过敏，常常用嘴巴在呼吸。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的结果是使得我们的下颚无法正常发育，牙齿变得拥挤和错位，舌头没有空间，并且导致呼吸道狭窄。人类工业化社会的变迁无疑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点在我们的食物工业链出现后，又更加加快了牙齿之乱的速度。在1940年代，牙医师威斯顿·普赖斯首次注意到工业化食品的崛起，让我们的下颚发育不全和牙齿拥挤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普赖斯在研究中发现，依赖传统粗糙食物的人，相比起食用柔软的熟食的人，拥有更好的牙齿健康跟较少的身体病痛。这个结论也得到了人类学家和其他研究者的确认。现代化工业生产的食品跟食品物流的概念，是1940年代开始被美军运用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在2战期间，美军需要为远离本土的庞大军队提供食物和其他物资，这种需求推动了供应链管理技术和物流效率的提高。美军后勤的创新包括了食品生产的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保鲜跟包装技术的出现，例如罐头食品、即时干粮与冷冻保鲜等技术。这些技术确实完善了食品供应链的管理系统，也提升了食物的保存性和运输中的便利性。这些创新不仅帮助了美军在战争期间有效地管理后勤跟食品供应，并且成为了打赢2场战争的关键。在战后，这些创新仍然持续影响了后来的食品与物流领域，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饮食与营养来源。一项刊登于今年的研究也指出，在加工食品中，
高糖低营养的特性跟肥胖、糖尿病以及心脏病等等的健康关系密切相关，这也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实这一点。后来科鲁奇尼进一步的扩展了威斯顿普赖斯的结论，指出西方饮食或者是工业饮食是在人类西方饮食群体中口腔问题激增的原因之一。随着20世纪初现代医学与卫生条件的改善，传染病的减少使得人类寿命延长，但齿颚不正、牙齿拥挤和睡眠呼吸的问题却随之增加，变成21世纪最大规模的隐形流行病。过软的饮食导致的咀嚼力减少，确实是造成牙齿不整和下颚发育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另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是，在人类的农业革命后，我们的饮食多样性反而减少了。根据 Daniel Lieberman 的研究，农业社会后期人类的饮食远不如狩猎采集时期的多元，这也可能是现代人面临各种慢性病的原因之一。我们的基因尚未完全适应这样的饮食转变，这揭示了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一个严重的健康课题。关于这个题目，我们会再帮大家做一集来探讨。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